嗨，我是巧儿。中秋节快到了，每年呢我都会想做一点不一样的，像去年呢设计了凤梨马德莲，就是凤梨酥结合马德莲这个中法混合的品项。今年呢想了很久，最后决定要来做这个非常经典、很怀旧的台式面包礼盒。只要一种面团，透过不同的整形手法跟内馅，就可以变化出9种非常经典的台式面包口味，像是我们熟悉的葱面包、肉松面包、菠萝面包、花生面包等等等等。那如何做出台式面包那非常柔软、充满空气感的口感？秘密就在于中种法。中种法的好处呢，就是它面包体会非常的柔软，然后保湿性也很好，所以面包隔天吃起来也不会觉得干，甜咸都可以搭配。我是台式面包的大粉丝，所以今年就用这个面包礼盒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！一开始来做中种面团，把高筋面粉、砂糖、速发酵母、蛋黄跟冷水加入搅拌缸，用低速搅拌。中种法呢，像一开始所说的，会让面团特别柔软，然后就可以做出这种台式面包好像软到一压就会扁掉的那种组织，就是很道地的口感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用中种法来做。用低速搅拌约5分钟，让面团呢整个成团就好，不用产生任何薄膜。然后我会拿出来呢，用手稍微揉一揉，让面团呢它看起来更光滑。整理成圆形，可以帮助它发酵。收口处朝下，放进抹油的发酵盆内。以28度左右发酵2个小时。那因为这个中种面团没有放盐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膨胀的幅度呢很大，大概有2到3倍大。将中种面团取出，切成3到4块，跟煮面团的其他材料一起搅拌。把剩下的面粉、糖、盐、奶粉、水，还有一点奶油放入搅拌缸，以低速搅拌约4分钟，让整体的食材混合均匀。那中种法还有另外一个优点，是因为大部分的面团呢，其实已经有筋性了，所以呢，它可以帮助整体面团就是比较快的产生薄膜，然后可以缩短它整体的搅拌时间。低速搅拌完之后，转成中速搅拌约6到8分钟。途中呢，记得要挂缸整理一下面团哦。8分钟之后呢，最后可以用高速搅拌约3到5分钟。那当你的面团呢，它底部已经开始脱离那个搅拌缸，然后整体看起来非常光滑，就表示差不多已经完成了。那因为台式面包含糖量比较高，加上中种法，所以呢可以拉出很大的薄膜。把面团整理成圆形，放回我们刚刚的发酵盆，收口朝下，以28度继续发酵30到40分钟。那发酵温度呢比较低，是因为我曾经看过吴宝春师傅写过，台式面包的面团发酵温度不要太高，面包的口感会比较好。等待面包发酵的期间，我们来做馅料。第一个先来做奶酥馅，将奶油打软，
加入奶粉、糖粉、椰子粉，然后搅拌均匀。那我会看最后馅料它的干湿程度呢，再加一点点蛋液。从小吃到大的奶酥面包的奶酥馅非常简单就完成了。再来我们要做奶油馅，这个馅料呢在台式面包蛮常用到的哦。一样先把奶油打软，加入糖粉跟植物油，还有一点点的盐，然后把它整体打发。那一定要打发到它整体呢呈现这样子像米白色，然后非常滑顺的感觉，这样才算完成。那你别看它材料很简单，这个馅料很好吃。那我们面团呢也发酵完毕了，然后就可以把它取出。那我们今天要做迷你 size， 所以面团呢分割成20克一个，看起来真的很小很迷你。哎呦，刚好20克，手感不错哦。然后每一个呢，把它一一的滚圆。今天呢，我们总共会做4种口味，然后每一个面团呢做3个。放在桌上覆盖住，然后做中间松弛25到30分钟。松弛过后的面团呢也比较好整形。接下来就是最有趣的地方，我们要来做口味变化。第一个呢是葱面包，那葱面包的话直接滚圆就好，但是呢我们希望它表面呢可以变大一点点，这样就可以放很多很多的葱馅，所以我们在面包的中心割上一刀。再来是奶酥面包，那我们就可以练习一下怎么样包馅。把面团呢稍微擀平，那如果呢你觉得面团会粘手的话，记得要沾一下手粉。奶酥馅呢大概是我觉得所有馅料里面最容易露馅的，所以在包的时候呢底部要记得封好。那因为我们今天要做不同面包的整形嘛，那所以整体的整形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，这时候其他面团记得要盖好，避免它们干掉。那奶酥面包呢我们也会做3个，所以这3个都是奶酥面包。再来是肉松面包跟巧克力面包，都是整形成橄榄形。橄榄形呢大概是仅次于圆形最常出现的面包形状，然后整形的方式呢就把它稍微擀平之后，用无名指跟小拇指把两边的面团勾进来，然后中心呢保持它饱满的感觉。再用大拇指按压固定形状，最后呢稍微把两端搓细一点点，中间肚肚胖胖的橄榄形完成。这一次呢会做6个，所以可以好好练习一下橄榄形的整形手法。上集的面包形状呢很单纯，只有圆形跟橄榄形2种。那最后发酵的时候温度可以比较高，我用36度发酵呢约1个小时。葱馅要等发酵快结束之后再来做，因为葱碰到盐会出水。切好的葱花加入一点猪油，猪油是我自己炼的，你也可以用橄榄油替代。然后加入一点白芝麻、盐，还有白胡椒，拌匀就可以了。加入油脂之后就可以保护葱，那烤完之后就可以维持它的绿色。发酵完毕之后，在每一个面团上擦上蛋液，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葱面团因为有割馅的关系，它的表面积呢会比较大，然后这时候就可以不客气的放上满满的葱花馅。
以200度的温度烤10到13分钟。那今天是用中种法的关系，所以在烤焙的力度上，面包会膨胀的蛮大的。出炉喽！出炉后放凉，然后呢，刷上蛋液之后，面包每一个看起来都是亮晶晶的。来做表面装饰，奶酥面包呢，在它的顶端抹上一点奶油馅。沾上椰子粉，肉松面包呢，在顶部呢抹上奶油馅。那橄榄形的好处是它的表面积很大，就可以沾很多很多的肉松。这边买到的肉松呢，颜色蛮浅的，不过呢还是很好吃。那自己做的话，肉松一定要给的很足。上面呢，你还可以放点海苔。然后接下来是巧克力面包。那巧克力面包的话呢，要用隔水加热的方式来把它融化。我的伊莱克斯电水壶它有隔水加热的功能，所以水温呢设定在60度，然后将巧克力放入它附赠的玻璃杯，然后整体融化。巧克力一定要用隔水加热的方式把它融化，因为呢巧克力最怕高温，如果温度太高的话，它油水分离就不能用了。将面包呢沾附融化的巧克力，拿起来的时候呢，可以甩2-3下，把多余的巧克力给滴落。大家还记得这个吗？颜色很鲜艳，然后非常复古的糖粒，然后趁巧克力还没凝固之前，把它撒在面包上。小时候我最爱买的巧克力面包，很简单就可以自己重现咯。台式面包呢，它的魅力就在于只要一种面团透过不同的馅料跟不同的整形方式，就可以变化出无穷无尽的口味。那今天我们完成了4种口味：葱面包、奶酥面包、肉松面包跟巧克力面包，放入自制的9宫格纸盒。纸盒的折法下集会跟大家分享。实在是因为这边买不到好看、尺寸刚好的纸盒，所以逼不得已我只好自己做。台式面包礼盒上集就到这边。这一集呢，我们做了非常万用、口味百搭的台式面团，然后用它呢变化了4种口味。下一集我们会继续完成剩下的5种口味：红豆花卷面包、花生草莓夹心面包、小热狗面包跟菠萝面包。不用等1个礼拜，大概过几天就可以上线了。所以记得要订阅巧造咖频道，新影片上线的时候会优先通知你。我是巧儿，我们下次见咯，Ciao。